当全世界都在看美股、看黄金，很多人没发现，真正最先动的是货币。美元在下滑，令其在回升。你可能没感觉，但这场看不见的资金转移已经开始重新定义谁赚谁输。根据10月下旬市场数据，美汇指数 DXY 从年初高位的107跌至103附近。美联储在9月会议上暗示2025年底前或将再次降息，这让市场重新定价全球资金方向。当美元开始走弱，资金便会离开避险区，流入增长区，尤其是东南亚。今年10月，令其对美元汇率一度升至4.22，相比8月低点4.33已升值逾2.5%。3个原因：美元疲软加马来西亚贸易顺差回升，油价维持在80美元附近，带动出口收入，外资重新流入马股债市，抄底低估值市场。这意味着令其走强不是偶然，是结构性反弹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令其走强，最先受益的不是出口公司，而是投资市场本身，因为这代表外资正在买进。外资基金买入国债，降低借贷成本；投资者买入大马股市，推升蓝筹板块流动性。根据 Bolsa 数据，过去2周外资净买入额接近7亿令吉，银行、消费、公用事业板块是主要目标。但别急着庆祝，每个强势令吉背后都有赢家和输家。对出口企业来说，令吉升值等于收入缩水，因为他们赚的是美元，换回来就少了。尤其是电子制造、手套、棕油出口商，若汇率持续在4.2以下，他们的利润率会被压缩。所以，令吉强势，对外需股是考验，对内需股是机遇。那谁能笑到最后？看这3个方向：内需消费股、进口商品成本下降、毛利率提升。利、Neso、NRDIY、Hardini。金融板块，外资流入加汇率稳定，资金成本下降。利、Maybank、CIMB、Public Bank。进口依赖型制造业，例如汽车、建材、机械企业。利、UNW、Gamuda、YTI Power。这些公司不怕令其升，反而因为进口成本下降而赚更多。这波货币变化不只是宏观新闻，它就在影响你的投资。短线策略，关注资金流向加外资净买入，优先布局银行与内需股。中线策略，若美元持续疲软，马股或进入结构性上行区间，关注 KLCI 指数突破1650点信号。风险提示，若美元短线反弹，地缘政治升温，油价剧烈波动，令其可能快速回调，务必设止损，不要盲目追涨。别忘了，真正聪明的投资者从来不追新闻，他们追的是资金方向。当令其转强时，钱开始回家；而当你开始意识到时，市场的第一波可能已经启动。关注我们大马金融热点追踪，我们在下一个爆点再见。